尹锡悦对乌克兰问题、台湾问题表态，终究是顶不住美国的胁迫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光明说。韩国总统尹锡悦发表了一通言论，关于乌克兰问题他说，如果出现国际社会无法容忍的情况，比如说大规模的袭击平民、大屠杀，或者是严重违反战争法的行为，我们可能很难坚持，只提供人道主义或者是财政支持。对台湾问题他表示，这些紧张局势的发生，是因为试图通过武力改变现状，我们与国际社会一道，绝对反对这种改变。尹锡悦上台之初呢，在对华关系和乌克兰问题上还是比较客观的。现在他的政治立场发生如此严重的倒退，显然是美国对他施加了压力，迫使尹锡悦与美国的立场同步。韩国呢，完全是在夹缝中求生存。东北亚地区被一些研究者称为怪物房，在这里的五国六方呢，都相当的强大。中国、俄罗斯、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朝鲜，军事和科技实力都相当的可观。哪怕是最弱的朝鲜，也拥有自己的核武器、导弹武器和完整的军事工业，重工业颇具规模。要是把朝鲜放到世界其他的地方，甚至是欧洲，那都是个一方霸主的胚子。韩国呢，是一个出口型经济国家，在这个区域里面能求得和平生存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因此呢，韩国历届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搞好与美国、中国、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关系，尽量保持平衡，但求平安无事。但是美国对韩国的要求就不是这样的。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，美国开始走下坡路，从奥巴马开始就希望各个盟国能够独立的承担更多的军事任务，别总是让美国出钱又出血。特朗普呢，更是直接找韩国要保护费。拜登虽然没有那么直接，但是各路政客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所谓的盟友作用，无非是希望韩国这些军事盟国能够冲在第一线，给美国打头阵。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，乌克兰政府和乌克兰军队的表现，那就是美国心目中理想的盟友。但是对盟友们来说，美国这么做等于是背信弃义了。自二战结束以后，美国就以保护人自居，无论是欧洲还是在亚洲，美国都自称要保护西欧国家和日本、韩国的安全。如今呢，美国居然要盟国打头阵来为自己火中起绿，美国这个盟主是不是完全变味了呢？如果按照美国的意图，韩国就要像乌克兰，用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民众的生命来消耗中国、俄罗斯的国力。稍微有一点点爱国心的韩国人都不会去做这种傻事儿。但是美国掌握着韩国政坛的不少的把柄，美国的资本呢还控制了不少韩国的企业，其中就包括最大的三星集团。韩国政客不听美国的话，不是坐牢就要身亡。尹锡悦在上台之前呢，就是明确的亲美派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挣扎，尹锡悦最终放弃为韩国的利益服务，完全投向美国。最近呢，韩国的经济每况愈下，一个出口型的国家已经连续13个月出现逆差，连对华贸易也出现雪崩式的下跌。这里有美国对华对俄制裁的原因，导致韩国竞争力最强的产品无法出口给中国和俄罗斯。但无论如何，尹锡悦面对的局势都是非常危急的，紧抱美国的大腿或许是他保住政治地位的唯一可行的选择。当然了，尹锡悦这么做只能进一步得罪中国和俄罗斯，进一步伤害自己的潜在客户，破坏韩国的出口市场。韩国制造业原本就面对着中国的激烈竞争，尹锡悦如此不识好歹，很可能会带来中国政府在进出口政策上的制裁和抵制。到那个时候，韩国的经济命脉都会遭到重创。